开着这台车，我很享受它就是给我在路上这种很开心的感觉。其实它作为一台很大的车，我能感觉到丰田的工程师会尽力的去消除你的这种感觉，指向是很准的。在我的心里面，这台车真的是它有点像为姿态而生，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设计师嘛。它这台车的存在的初衷，它不是说为了去卖的有多好，就是对设计者来说，就是放开来去做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如果我是作为一个设计者，我能够设计这样一台车，我就觉得很幸福。当时在选这台车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很多参数啊，包括这台车的底盘啊、马力啊各方面的这些操控这些东西。就这台车给我了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我真的是看到它第一眼我就觉得就是它了。在这之前我也没有过这样的感情，就是之前包括选车呀什么的，也是会去看很多东西。但这台车当时我就觉得，它不论有再多缺点也好，它现在给到我的这些优点已经足够我去。不去考虑任何东西，我就去买它。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设计师嘛，比如说这台车的它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点，它这台车的存在的初衷，包括各方面，它不是说为了去卖的有多好或者怎么样，它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对设计者来说，就是放开来去做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如果我是作为一个设计者，我能够设计这样一台车，我就觉得很幸福。因为很多概念车的图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棒的，但是落地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达不到。但这台车真的是我觉得它最后的量产的这个外观，比起它的那个概念图来说，真的没有多大牺牲，就是这些点我觉得是很棒。其实它作为一台很大的车，因为它也是很长很大，它作为一个2门车来说，真的比很多4门车都要大。但是我能感觉到，丰田的工程师会尽力的去消除你的这种感觉。它包括操控啊，就是指向是很准的。然后它的方向盘，我当时第一次开的时候，感觉很深的就是它真的没有虚位，就是你只要稍微打一点方向，它就会跟着走。对，我很喜欢这一点。然后他们的这个避震，就是能给人一种，它在给到你足够支撑性的同时，让你很舒服。但是我就是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它那个避震像有2段一样，就我在过减速带什么的，它也不会特别硬，但是一旦是它需要一些高速支撑啊什么的时候，它又会一下给你顶起来，所以开起来其实非常爽。这台车在原厂的状态下开起来真的体验非常的好，包括我不论是要去远路，我也不会腰酸，因为它作为一台 GT 跑车，它真的很好的就是让你在运动的同时又舒服。个人来说，我其实也喜欢 V8 的，但确实在中国的话会比较难买到。但同时呢，我又觉得这台车它的 500H 这个混动，它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就包括你看像它的外形，就是做的真的非常科幻，一眼看上去就是很多人大家会说哇，像宇宙飞船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这种很赛博、很前卫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同时又是好像是电车一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味道是对的，就它是有存在的意义的。混动的话，它是0-100 5秒整。其实它的这个感觉没有很特别了，就是跟丰田的他们的混动其实是一套系统。但是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我根本就用不到这么多。你说大家都会去讲，比如说3秒啊、2秒啊，多快啊，什么1000匹，包括现在电车1000多匹，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在哪里。平时你说我就是开着这台车，我很享受它，就是给我在路上这种很开心的感觉，但我也开不了多快，说实话。在我的心里面，这台车真的是它有点像为姿态而生，就我真的，而且包括我第一眼看到这台车，其实看到的就已经是气动改装过的样子，就是它最让我迷的那个样子，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姿态的状态。所以我当时买到这台车，我就没有考虑别的，我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拿它做的一个姿态车。为了做轻脚嘛，然后也改了全套的日本的那个 TD Man
全套的底盘件，然后去做它的这个倾角，然后就是轮毂。轮毂的话是用的 SK Forge Cardi， 但是我其实为了达到这一台姿态，因为包括我平时我也希望姿态上是完美的，而不是说要去兼顾我的姿态、我的驾驶体验、我的舒适，所以我会把避震其实专门我去定制了比较硬的避震，就是为了让我在更低的情况下开的同时又不会去刮到底盘，所以就相对来说其实没有原厂的状态那么舒服。它的座舱应该是其实最早的时候从那个 A80 的 Supra 开始，它就已经有了这种相对就是有点战斗机式的这种座舱不对称嘛，然后去做，然后这台也是沿用了它的那个，应该是沿用了它那个设计方向吧，然后同时它又把那个豪华感做得很特别。它内装其实我觉得它理论上是可以使用 LS 的同款内装，但是它没有，它专门为这台车做了一个单独的内装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它也有很多东西它自己也在尝试，然后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尝试，因为我觉得你不去尝试你就没有办法去突进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像它这个大灯，它因为也是它是跑车底子嘛，所以它是想要去做前后50-50的配重，然后为了做这个配重，它的这个前轮的这个位置它会非常的往前移，但这样就导致其实它大灯没有什么空间了，它因为它这里面是轮子，但它在大灯只有这么小的情况下，它又去做了一个那个 L 的那个延展，把延展了以后让你看起来它大灯是很大，但其实很小，而且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很不对的感觉，就是它就是很漂亮的。我觉得就是把一个很难的这么一个设计的问题去攻克，我觉得很厉害。其实雷克萨斯它的车全系车型它都有很多地方它会用到 L 的元素，就比如说这个中网其实也是，它中网也是很多个 L。车尾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尾灯，就是做了那种深渊尾灯的那种效果出来，从后面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不停的反射的。我觉得应该是唯一的一台真正的这种量产车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很特别，就是一眼就是让你能看到它这台车跟路上的大部分车不一样。它为了做轻量化，因为这台车其实它很重，它不论是500还是 500H 会更重一点，但是这台车整体就很重。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去比如说它在门板的中间位置去加了碳纤维，做了那个 Forged Carbon， 对，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在很多车型上面你碳纤维做出来一定是要让人看到的，但是他们把碳纤维做在门板的中间，去为了让它轻量化，就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哇有点意思，就这种感觉。因为我其实平时我一开始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话也很少，我也很难去出去跟别人打招呼啊什么的，就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内敛的人。但我觉得这台车就是这种感觉，它在很内敛的同时，它又没有说把自己的能力去藏起来，就是它是会让你觉得我很内敛，但是我同时也很厉害，所以我很喜欢。它绝对是一台大家说起来都会觉得很特别的这么一台车。我觉得包括现在新车上面，就是时代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有关系吧。可能现在的人会想要更多东西，因为你说90年代的车它更纯粹，然后现在的车它会希望一台车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就是大家做车的理念就是会把这个车上面不停的去叠加一些可能你会需要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台车它出来的那个时间是刚刚好的，就是它又没有像90年代那么的纯粹，就是我真的只做一件事情，但又没有说像现在最新的这些量产的一些车，比如说雷克萨斯最新的 ES，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去迎合了很多用户需求的东西。有一些时候我跟朋友我们去聊天，大家也会说可能在这台车之后暂时还没有出现一台能让你第一时间感觉到跟这台车一样惊艳的车，大家一定会记得这台车。大家好，我是卡萨，我之前是一名建筑设计师，然后这是我的 LC500H， 我真的觉得我再也找不到比这台车更满意的车了。